明天一早就让那小子知道，这厂子到底谁说了算。对，没咱们这几把老鞋刀，他一片鞋拔子都裁不出来，等着赔违约金吧。沈毅啊，这城关镇第一制鞋厂厂烂了3年，工人工资欠了半年，那5个8级工就是5个活祖宗，你真要接这个烂摊子？周书记放心，我既然敢签这个字，就有办法让他起死回生。从今天起，这里就是我的战场。陈老根啊，陈老根，这场戏坑都给你挖好了，就等着你了。该了。沈厂长，长宁会那1万双工装劳保鞋，哥几个干不了。皮革和帆布昨天已经全部进库，明天早上8点必须开工。开工？你拿什么开工？满厂子问问，除了我们5个裁断，谁会看外商的鞋样图纸？沈厂长，咱们明人不说暗话，这外贸单子油水多，你吃肉总不能让老哥哥怎么连口汤都喝不上吧？就是沈厂长不能一个人吃独食，也得让弟兄几个喝口汤啊！你们想怎么喝？第一，这单子的利润我们5个抽成3成。第二，橡胶大底和鞋用胶水的采购得我小舅子去办。第三，车间里以后我们说了算，你别拿你那套破纪律来烦我们。3成利润外加采购权，陈师傅，你这是凭手艺吃饭，还是张嘴抢劫？话别说那么难听，没我们，你明天扔片鞋包子都裁不出来。哼，你以为去南方鞋厂逛了2圈回来就能当厂长了？沈一，别给脸不要脸！这外单要是延期交不上，镇里的周书记能扒了你的皮。1万双鞋子的违约金，你把你家老宅子卖了都赔不起。所以啊，这叫商量，答应了。明天哥几个让真诚冒火星子给你赶货，不答应，外头想请我们当技术指导的私营小鞋厂排着队呢。不用等明天了，就今天。你啥意思？里面是你们5个这个月的满勤工资，还有遣散费，1分不少。拿着钱，滚！你要开除我们？沈一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没了我们，明天厂子就得停摆。没了你们，城关镇第一制鞋厂才算真正活过来。从今天起，城关镇第一制鞋厂不需要老把式，更不需要大爷。姓沈的你有种！你真以为几台缝纫机自己能跑？我告诉你，出了这个门，你明天跪着求我，老子都不回来。利润我要5成。门没锁，慢走不送。咱们走，我倒要看看明天周书记来视察，他沈一拿什么交差？全场就剩下几十个只会蹬缝纫机的老娘们儿，想做劳保鞋，做梦去吧！这下完了，陈师傅他们走了，谁教我们做鞋呀？就是啊，外商那图纸跟天书一样，我连看都看不懂。刚以为厂子有救了，这下又完了，我们又要失业了。大家安静听我说，陈老根他们走了。城关镇第一制鞋厂厂塌不下来。石厂长啊，你年纪轻脾气暴，可这鞋子哪有没师傅带就能做出来的呀？以前厂里靠他们几双老手做一双鞋要半天，现在是87年了，那套破规矩在我这里行不通。这叫标准化作业流程图。从今天开始，城关镇第一制鞋厂不招全能制鞋工。李婶儿，你明天开始只负责车鞋舌，别的什么都不用管。只车鞋舌，那我一天能车200-300个呢。对，春桃，你只负责定鞋眼；赵强，你只负责上拉链。我连夜做好了所有标准。钢制刀模和定型鞋域不需要你们拿皮尺量，拿粉地画，把布压在刀模上，一刀切下去，差1毫米算我的。这能行吗？这还是做鞋吗？这不是做鞋，这是工业。从明天起废除死工资，实行计件制，只要质量过关，多劳多得，上不封顶。厂长，你说的可是真金白银？我沈一说话算话，明天早上6点，想挣钱的准时到车间领刀模，怕担事儿的现在就可以回家。大家看好了。刀模边上画着红线，不需要知道这叫鞋头鞋跟，你只需要把刀模压平，顺着红线推过去，不要犹豫，不要思考，就切直线。明白了，顺着线切，不用量尺寸。对，不要带脑子，只要带眼睛和手。李婶儿，你这边是上拉链，鞋片上我已经让人打好了3个白点，对准白点踩下缝纫机，一条直线踩到底，多1毫米都不行。那我试试。规矩我只说一遍，工序我已经拆成了32步。1号案台踩左鞋帮，2号案台踩右鞋帮，3号负责缝合鞋身。
你们每个人手里只有一个动作，做对了拿钱，做错了，哪怕偏了1根线的距离，直接扔进次品箱重做，扣除这一件的计线费。现在继续转起来。沈厂长，今天采的1000片鞋浆，有300片都不合格，不是偏了就是切歪了。没关系，继续告诉大家，大胆切，今天的次品厂里承担损失。可是这些都是进口的头层牛皮，一尺好几块外汇呢。这些次品是我立规矩的代价。师傅，都快中午了，那小子咋还没来求咱们呢？哼，我看他能撑到几点？那帮蹬缝纫机的老娘们要是能看得懂外商的鞋样，我陈老根把鞋刀给吃了。等周书记一去，他就得吓尿裤子，到时候还不是得来求咱们？沈厂长，你看我这一片一点都没骗。好样的，继续努力。沈厂长，今天的次品率降到了10%，作废了100双。很好，比昨天少了200双。可是好多女工手都磨破了，还在坚持干。去买些创可贴和护手霜发给大家，告诉他们注意休息。你们是没看见，那沈一就是个败家子儿，好好的进口牛皮，被那帮老娘们捡得跟狗啃的一样，全给扔了。真的假的？那得糟蹋多少钱啊？可不是嘛，做鞋是门艺术，是手艺。他以为打2块破刀模，找群农村老娘们就能当鞋箱？哼，做梦！春桃，歇会儿吧，别太累了。没事的，沈厂长，我越订越快，今天只订坏了5个。辛苦了，等这批单子做完，我给大家发奖金。沈厂长，好消息，今天上午的废品率已经降到了不到5%。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不到5%，很多女工已经不用看标记，闭着眼都能做对了。太好了，肌肉记已经形成了。大家停一下，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第200双合格鞋正式下线。这只是半天的产量，到今天下班，产能会突破400双，明天就是800双，这就是工业化的力量，这就是标准作业。这是怎么了？不是说厂子快黄了吗？怎么这么热闹？沈一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听说你把陈老根他们开除了，还以为你要把厂子搞黄了。周书记，您看，胡闹！你看看你糟蹋了多少好料子，这可是外汇买来的牛皮。陈老根他们虽然脾气臭，但活儿好啊！你赶紧去服个软，把人请回来。周书记，这些次品是我立规矩的代价。您自己看，第一天作废300双，第2天作废100双，今天上午废品率不到5%。陈老根他们一天最多做2双鞋，5个人就算累铺血，1个月也只能做300双。您告诉我，怎么交这1万双的货？这怎么可能？每一双都一模一样，针脚也这么整齐。只要这套规矩在，城关镇第一制鞋厂就是一台印钞机。好小子，你这是要在咱们镇上搞个工业革命啊！师傅，出大事了！慌什么？是不是周书记把沈一撤职了？不是，城关镇第一制鞋厂今天发工资了，那个叫春桃的村姑1个星期挣了64块钱。放屁！这绝不可能！一个临时工，1个星期怎么可能挣64块？千真万确，我媳妇儿亲眼看见的。沈一那车间一天做800双鞋，针脚比咱们手工缝的还齐着。还好对，一个一个来。我要报名，我会蹬缝纫机。我也报名，1个星期能挣60多，比去工地干活强多了。沈一，好你个沈一，断老子的财路是吧？师傅，现在镇上人都疯了，都想去城关镇第一鞋厂上班，咱们怎么办啊？二愣子，去联系你表哥，咱们自己开个小鞋铺。开鞋铺。另外，你去镇供销社把做劳保鞋的橡胶大底全给我包圆了。我看他没大底，拿什么交货？二愣子，你这一下子把货全买走了，城关镇第一制鞋厂那边怎么办啊？他们怎么办关我屁事儿！钱给你点清了，我们走了。周
正宗的手工工装鞋，只要15块钱一双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真是厂的老师傅做的，那肯定结实。那还用说，比对面街那个让农村老娘们瞎搞的厂子强100倍。沈厂长，按照这个速度，距离交期还有5天，我们就能提前完成1万双的任务，还能多出200双备用。很好，告诉大家，再加把劲儿，干完这批单子，所有人都发奖金。是。主管，不好了，橡胶大底快没了。什么？昨天不是还有3000双吗？都用完了。说好昨天送货的孙老板到现在都没来。沈厂长，出事了，橡胶大底没了。怎么回事？孙老板不是答应昨天送货吗？我刚给他打了好几个电话，没法供货。机器坏了，我看是有人搞鬼。孙老板，合同上白纸黑字写着15号交货，今天都18号了，我的大底呢？前天夜里电网跳闸，我那台塑化机的柱轴烧了，修机器少说也得10天半个月。沈厂长，别挣扎了，老孙是我亲姐夫，没我点头，你在这方圆100里内一双橡胶大底都买不到。这都是你逼我的，你以为搞狗屁流水线就能把我踢出局？做梦！不过嘛，念在同乡的份上，我给你个机会，你现在跪下来给我磕3个响头，把城关镇第一制鞋厂50%的股份传给我，再恢复我们5人的职位，我就让老孙连夜开机，把大底给你补齐，怎么样？孙老板，我再确认最后一遍，你确定今天交不出货，对吗？交不出，天王老子来了也没有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。孙老板，你刚才说做生意靠的是人脉和你们的旧规矩，今天我教教你什么叫现代商业的底线。若松房未能按期交付特定定制辅料，导致需方外贸订单违约或停工，需方有权立刻终止合同，并要求做松房按照单日停工损失的200%支付违约金。3天未交货即构成根本性违约。你去告啊！法院立案还得几个月呢，你等得起吗？这份服众正委赔，你断的不是我的货，是国家的外汇任务，我不用等你几个月，你家就有贴拿去抵债。我连夜给你送货，求求你别告我！陈老根，你串通双方恶意断供造成的损失，我一样追究你的法律责任。你别太过分！当初你拉电闸逼宫的时候，怎么不说过分？1万双救急，3000条 YAK 重型尼龙纱链，高级货，成本压得住。别人违约送的钱，不用白不用。现货调库，绿皮火车特快托运，3天到城关镇，运费3倍。退钱！你这什么破鞋子？我才穿了1天就开胶了，鞋底还掉了一块。不可能，我做了30年鞋，怎么可能有质量问题？肯定是你自己穿坏的。你胡说！大家快来看啊，这就是城关镇第一制鞋厂老八八级师傅做的鞋，黑心杆的鉴赏。我的尺码不对，鞋头系脚，鞋跟松的能塞进1根手指。这都是手工误差，老鞋匠讲究的是手感。什么手感？你这是拿废布烂胶糊弄人退钱。师傅怎么办啊？沈厂长，1万双橡胶大底和3000条拉链全部验收合格。好，立刻送到车间，连夜赶工，保证按时交货。大家再加把劲儿，干完这批单子，所有人3倍工资。好，谢谢沈厂长。史密斯先生，这就是城关镇第一制厂，这家小厂能做出符合我们要求的鞋子吗？我听说他们把所有的老技工都开除了。史密斯先生，货全在这里，整整1万双，外加200双备品，你们可以随便抽检，任意开箱。如果有1双出现你们所说的手工误差，我沈毅今天就让出这个厂长的位置。史密斯先生，这5双鞋的鞋长、鞋宽误差全部控制在2毫米以内。什么？2毫米？1寸正好8针，绝不跳线，绝不歪斜。我干了10年进出口质检，哪怕是沿海地最顶级的本土鞋厂，误差也至少在5毫米左右。你这简直就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，没有30年的功力，怎么可能做到每一双都一模一样？不需要30年功力，只需要30天的肌肉记忆和一套绝不允许任何自由发挥的 SOP 流程表。Oh my God! This is YAK Heavy Nylon Zipper. 我们要求的是普通橡胶底和铁质拉链，你居然全部换成了进口的天然橡胶大底和 YKK 拉链。沈厂长，你疯了吗？这辅料的成本比加工费还要高啊！首先，这批顶级辅料没有花厂里1分钱，是镇上某位不守契约的供应商用他的违约金替我们买的单。其次，我想让史密斯先生明白一件事：我们城关镇第一制鞋厂不只能做廉价的代加工，只要你们给出标准，我们就能用最高效的供应流水线做出超越你们预期的顶级鞋子。Perfect, absolutely perfect, Mr. Shen, you are a genius of manufacturing. 不用验了，全部免检通过。我要直接把这些鞋子摆进纽约曼哈顿的百货商场。
好小子，好小子！你给咱镇上立了大功了，这可是咱们镇有史以来最大的外贸订单。这都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。沈厂长，我错了。我老眼昏花，被猪油蒙了心。我不该在开工前夜断您的电，不该囫囵砍您的货。我听说外方又给您下了10万双的单子，厂里肯定缺人手啊。您看在我在这厂子里干了20年的份上，赏我口饭吃吧。陈师傅，快起来！我这里没有下跪的规矩。我不当技术指导了，我当个普通的针钳工就行，我给您扫地都行啊。沈毅，咱们好歹是同乡啊，你总不能眼睁睁看着老哥哥去死吧？陈师傅。看清楚那上面写的是什么。城关镇第一制鞋厂现在是一台精密的工业机器，不需要人情，不需要经验主义，更不需要一颗曾经试图炸毁整条流水线的定时炸弹。你就这么绝，一点旧情都不大爷？从你丧图拿集体的利益要挟我的那天起，你的旧情就已经被你自己结清了。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沈一啊，咱们这回步子是不是迈得太大了？10万双啊！就凭咱们现在几十台老脚踏缝纫机，踩冒烟了也干不出来所以必须进行产能升级。老式的脚踏缝纫机误差率5%左右，我要买带自动断线和微电脑控制的电脑针车，把误差率压缩到1/1000。我已经打听好了，省机械总厂有最新的兄弟牌电脑针装和自动裁断机，我们买500台，正好能消化这10万双订单。可我听说省机械总厂是省里的心头肉，门槛高得很，能搭理咱们这乡镇企业吗？现在是市场经济，谁手里有订单，谁手里有外汇，谁就是大爷。这大厂就是不一样啊，真气派。走吧，进去看看。你们就是那个什么城关镇来的，找我什么事儿？刘科长您好，我是城关镇的书记，这位是我们城关镇第一制鞋厂的沈厂长。我们这次来想采购500台最新的兄弟牌电脑针车和自动裁断机。500台兄弟牌，老同志，你们乡下人进城是不是没打听行情啊？兄弟牌那是专供省市国营大厂的设备，带进口马达的。你们一个乡镇小鞋厂，缝缝补补做几个布鞋，用得着这么好的机器？我们做的是出口欧美的外贸工装鞋，对针脚的密度和机器的吃后能力有极高的标准。兄弟号没有现货，排单都排到明年后半年了。你们要是真想买，看见那堆货了吗？刚从省一鞋厂淘汰下来的7/4式老脚踏机，翻新过了，质量杠杠的。看在你们大老远跑一趟的份上，我做主，500块钱一台，卖给你们300。刘科长，你这是拿淘汰产能卡我们乡镇企业的脖子，用次品当正品卖，不仅破坏了市场规矩，也是在砸你们自己机械厂的招牌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敢在我的地盘教我规矩！保安，把这2个乡巴佬给我轰出去！城关镇第一制鞋厂是吧？我今天把话撂在这儿，你们厂一辈子别想用上新机器。是，刘科长。王厂长，我代表的东岛兄弟工业株制会社，这次是来中国寻找高端制鞋合作伙伴的，不是来买你们的淘汰机器的。渡边先生说，你们之前承诺引进了国际一流的制鞋线，他才飞过来的。结果你们连一台符合国际 ISO 标准的样机都拿不出来。渡边先生，您别生气，咱们再降2成，价格好商量。渡边先生说，不是钱的问题，是参数，是标准，要求机器每分钟转速达到6000帧，且具备自动剪线和倒回针功能。你们厂的设备误差太大，根本不符合我们的图纸要求。Mr. Watanabe, they don't understand your standards, but I do. You are looking for a heavy-duty lock stitch machine with automatic thread trimmer, equivalent to Brother DB2B797. You speak English, and you know our specifications? Absolutely. I also know why you can't find a suitable foundry in China. 沈先生，请您看看这份图纸。这份图纸的宋不牙设计不适合现在的帆布标准。你们如果不把它的胸差放大0.02毫米，无论哪家厂代工，机器都会卡线。这不是我们工人的问题，是你们的本地化参数没做调整。那边先生，沈先生说完全正確，我们之间有布料厚度差异。沈先生，您是真正的专家，您刚才说的订单是真的吗？米国曼哈顿百货直接结算，首批30万美元外汇额度。我本来想拿这笔钱支持一下我们省城的机械总厂，但可惜刘科长说，我们乡下人只配买淘汰的工业垃圾。沈先生，如果您愿意全款订购500台电脑针厂和自动裁断机，并开放你们的 SOP 流水线，作为我们在中国市场的样板展示车颠，我们能给到什么价格？我希望是出厂成本价。成交
500台最新型制鞋设备以成本价供应，并附送10位高级技师的免费上门调试服务，3天内直接送到您的工厂。成交。刘建国，你他妈干了什么好事？厂长，我不知道啊，他就是一个乡镇小鞋厂的，怎么可能有外汇啊？你知不知道这笔订单对我们有多重要？你把我们的大客户给弄丢了！周书记、沈厂长，千错万错都是我们的错。刘建国这个混账东西，我已经把他开除了。你们的500台订单能不能给我们分一点？哪怕是给你们做点配件也行啊！看在咱们都是兄弟单位的份上。王厂长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已经和兄弟工业签完合同。沈厂长，再考虑考虑吧，我们可以降价，比东岛厂还便宜。这不是价格的问题，王厂长，兄弟情分不是靠施舍了。等你们什么时候学会用参数代替权力，用标准代替傲慢的时候，再来跟我城关镇第一制鞋厂谈合作吧。现在，你们的机器太慢了。沈一呀，你可真给咱们乡村企业长脸了！刚才王厂长长的脸都绿了。这只是开始，以后我们城关镇第一制鞋厂要让全世界都知道，我们也能做出世界顶级的产品。城关镇第一制鞋厂的腾飞，就从这500台机器开始。这就是城关镇第一制鞋厂，破地方路可真难走，颠得我腰疼。黄总，我这就叫沈一出来接你。好的，路边先生，我们已经把车间清理好了，随时可以接收设备。沈厂长，东岛技师什么时候到啊？工人们都等着学新机器呢。3天后就到，到时候让大家好好学，掌握新技术。你就是沈毅，鄙人黄天雄，盛海集团董事长。黄总大老远从南方跑来，不是为了抱怨路况的吧？有话直说。明人不说暗话，你们手里那10万咪国大单和30万的外汇额度，我看上了。这200万买断你这500台机器和所有地皮。200万，黄总，你打发叫花子呢？我们光是那500台机器都不止这个价。老家伙，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。沈老弟，我查过你的底细，你在南方合资厂干过，懂行，你应该知道，就凭你们这群泥腿子，吃不下这么大的盘子。我的盛海集团有渠道有关系，只要你点头，这200万立刻归你个人。以后你就留在厂里给我当个生产车间主任，每个月我给你开1000块的高薪，怎么样？黄总，你打算怎么经营城关镇第一制鞋厂？还用问？你们这管理太扯淡了！8小时工作制，还发这么高的基建工资，简直是暴殄天物！等我接手了，每天工作时间拉长到16个小时，那些动作慢的、年纪过40的老娘们全开除，换一批15、16岁的小姑娘来干，工钱压低1半。至于你搞的那个什么 SOP 标准，太繁琐了，稍微降点质量，出货量还能再翻1倍。做生意嘛，产量就是王道，咪国佬能看出个屁的区别。黄总，带着你的钱从哪儿来滚回哪儿去！你他妈敢这么跟我说话？你以为这是在给脸跟你商量？我没工夫跟你商量，门在那边，不送。好，沈毅，你有种！我告诉你，我已经在省城拿下了地皮，我的新鞋厂下个月就盖好。你不卖我拿钱砸也能把你的工人挖空。到时候守着一堆冰冷的机器，我看你怎么完成10万双的订单。违约金我让你赔得连底裤都不剩。你就是春桃吧？看关镇第一制鞋厂的台柱子。你是谁？想干什么？我是盛海集团的黄总。沈毅给你开多少钱一个月？200、300，我给你1000。只要你带着你们 A 区的那400个熟练工跳槽到我在省城的新厂，我直接让你当副厂长。这是定金，明天还有1万块的安家费。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沈毅不识抬举，你可别跟着他一棵树吊死啊！这钱哪来的？这么多？一个叫黄天雄的老板给的，让我跳槽去他的新厂当副厂长，1个月给1000块。1000块？这么多？那还等什么？赶紧去啊！可是沈厂长对我不薄啊。春桃，那个黄老板真的给你1000块1个月啊？
还说让我当副厂长，给1万外币钞票安家费。哇，这么多，比在城关镇第一制鞋厂多上好几倍呢！我也想去。沈一啊，不好了！黄天雄在到处挖人，好多工人都动心了，咱们咋办啊？要不咱们也涨薪资，不能眼睁睁看着队伍散了呀！涨工资解决不了根本问题。黄天雄能给1000，就能给2000，我们永远追不上他。大家安静一下。我知道这2天镇上很热闹，有人拿着大把的钞票在饭馆里请大家喝健力宝，承诺给你们3倍、5倍的工资，要挖你们去省城。我不怪你们心动，出来打工不为了钱，难道为了喝西北风吗？审议员工持股方案。那个黄总承诺给你们1000块的高薪，前提是什么？前提是他要把工作时间拉长到16个小时。前提是他要开除你们身边那些年纪大、手脚慢的姐妹。前提是你们去了，永远都只是一头替他拉磨的驴。他随时可以用更低廉的劳动力替换掉你们。今天我不给你们画大饼，我给你们分真金白银。从今天起，城关镇第一制鞋厂正式推行员工持股与期权分红制度，工厂每年拿出净利润的30%作为分红，不需要你们掏1分钱。本金按照岗位贡献、SOP 执行成格率和带徒弟的数量转化为你们个人的期权点数。只要你在城关镇第一制鞋厂干，你拿的就不再是死工资，而是工厂的利润分红。城关镇第一制鞋厂赚100万，你们分30万；城关镇第一制鞋厂赚1000万，你们就分300万，这是分300万。在这里，你们不是被雇佣的临时工，你们是城关镇第一制鞋厂的合伙人，是这家工厂的主人。沈厂长，这钱我不能要。春桃，你想清楚了？我想清楚了。我春桃以前是个连饭都吃不饱的村妇，是沈厂长给了我刀模，教会了我怎么站直了挣钱。那个姓黄的老板给我1万块，让我去他那儿当副厂长，去压榨下面的人。呸！姐妹们，在那个黄老板眼里，我们就是换钱的机器，但在这里，我们是沈厂长盖了章的合伙人。这是我们的厂子，谁他娘的也别想拿几个臭钱把咱们的根儿给挖了。这是我们自己的厂子，滚他娘的盛海集团！我们要跟沈厂长一起干。黄总，不好了！慌什么？人都来了吗？一个都没来。沈一给他们搞了个什么期权分红，那帮老娘们全疯了，说自己是厂子的股东，还拿着扫帚要把我们打出镇子。期权合伙人，沈一，你他妈是个疯子！哪有老板把吃到嘴里的利润分给你腿子的？你这是破坏行规！沈一，你给我等着，这笔账我迟早给你算。小心一点，这些设备很精密，不能碰撞。大家都小心点，听技师的指挥。这位女士学得真快，非常棒。谢谢技师夸奖。春桃，好好学，以后你就是咱们厂的技术骨干。
沈厂长，你看我1分钟能做20个鞋舌，比以前快了3倍。好样的，新设备就是不一样。沈厂长，好消息，新设备全部调试完成，产能比以前翻了3倍，一天能做3000双鞋。太好了，这样一来10万双订单1个多月就能完成。工人们的积极性都很高，都主动要求加班呢。质量很好，误差率控制在1%以内，完全符合外商的要求。大家再加把劲儿，干完这批单子，所有人都去海边旅游，费用厂里全包。黄天雄，你看到了吗？这就是工人的力量。当他们为自己干活的时候，能爆发出你想象不到的能量。沈厂长，太完美了！提前5天交货，质量比预期的还要好。合作愉快，史密斯先生。合作愉快！以后我们所有的订单都交给城关镇第一制鞋厂。沈一，你为咱们镇争了光，我代表镇政府向你和全体工人表示感谢。谢谢周书记，这都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。外贸订单我们已经站稳了脚跟，接下来我们要进军内销市场。进军内销，沈厂长，我们能行吗？国营百货商场垄断了所有渠道啊！他们垄断的是旧渠道，我们要开创自己的新渠道。下个月我们的第1家旗舰店将在省城云晴州市开业，我们要开创一种全新的零售模式，开价自选。我要让顾客亲手摸到我们的布料，亲自穿上我们的鞋子，而不是隔着冷冰冰的玻璃柜台。这是我编写的城关镇第一制鞋厂鞋类单店标准化运营手册，从店面选址的战略定位，到灯光摆放的视觉借鉴，再到店员话术的人设塑造，最后到督导部门的质量审核，全都在里面。我们要用这套绝对标准的降维打击，打败那些腐朽的国营百货商场。1988年的春风，吹醒了这座城市。当新的招牌挂上街头，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拉开序幕。窗外的星空格外明亮，预示着城关镇第一制鞋厂光明的未来。沈厂长，放心吧，保证按时完工。好，一定要按照设计图纸来，不能有半点差错。哼，乡绅企业就是乡绅企业，暴发户心态，花天价租下对面那个烂尾楼，我看他能折腾出什么花样。可不是嘛，张经理叫是个年轻厂长，就那么光溜溜的把鞋子摆在外面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引人犯罪。哼，他们不仅砸了柜台，还招了一批17、18岁的小姑娘当售货员，没边没岗的临时工，能懂怎么卖货。卖城关子靠的是咱们这块云清州百货贸大楼宫的金子算了，敢跑到省城来跟咱们抢内销市场，这是耗耗子给猫当伴娘，活腻歪了。明天我们就将在这个省城的心脏地带打响全国零售战略的第一枪。很多人觉得我们砸了柜台是疯了，但我告诉你们，这叫开价自选。我要让顾客亲手摸到我们的布料，亲自穿上我们的鞋子。有人问，万一真有小偷怎么办？人那么多，我们盯不过来啊。问得好，因为国营百货大楼没有系统，所以他们只能把顾客当贼仿，而我们靠规矩。手册第3章第7条，防损与动监控的站位图，全店划分6个网格，每个网格必须保证有2名店员形成视线交叉。同时，所有试衣间实行号牌核酸制，拿2双鞋子进去，发红色2号牌，出来核对回收。只要动线不出错，防损率就能控制在5%的硬指标以内。政府拍卖的损耗公司买单，你们不需要去当差，你们要做的是服务。接下来考核最后一遍，店员人设塑形与沟通标准。顾客进门怎么做？欢迎光临城关镇第一制鞋厂服饰，城关镇第一制鞋厂让您更舒适。顾客如果对尺码不满意或者要求退换货怎么处理？
这双鞋子我穿了1天磨脚，我要退货。非常抱歉给您带来了不好的体验，7天之内只要不影响2次销售，我们无条件全额退款，态度必须比卖出来的时候更好。很好，就是这样。大爷，您随便看随便试，2楼有男鞋区。大妈，您不仅能摸，还能去那边的试鞋区穿上试试呢。穿的不好看，绝对不收您1分钱。沈厂长都布置好了，明天一定能一炮打响。大家辛苦了，早点回去休息，明天拿出最好的状态。是。张经理，都这么晚了，您还不回去啊？我倒要看看他沈毅能搞出什么花样来。哼，明天开业，我看他能有几个顾客。明天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，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零售。我宣布，城关镇第一制鞋厂服饰云州旗舰店正式开业。这鞋子摸着真结实，多少钱一双？您好，这双工装鞋25块钱一双，现在开业搞活动，买2次打9折。这么便宜，比百货大楼便宜5块钱呢！给我拿2双。闺女，你这服务态度真好。以前在百货大楼，我多摸一下鞋子都要被骂半天。大妈，您客气了，以后有什么需要随时过来。哎，好，以后我买鞋子就认准你们城关镇第一制鞋厂了。这怎么可能？怎么会有这么多人？张经理，咱们这边一个顾客都没有，都跑到对面去了。慌什么？不就是开业热闹2天吗？过几天就没人了。沈厂长，棒了！今天的日营业额突破了10万元大关。太好了，我就知道我们一定能成功。顾客们都说咱们的鞋子质量好，价格便宜，服务态度也好，好多人都说明天还要带朋友来。张经理，咱们今天只卖了3双鞋，营业额不到100块钱。什么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张经理，您真要去啊？我倒要看看他沈毅到底有什么本事，能把顾客都抢走。你在这盯着，我去就回。不就是态度好点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看我怎么找茬！服务员，过来！这什么破鞋子啊，版型这么差，这线头都飞出来了！你们就是这么坑老百姓的？先生，非常抱歉给您带来了不好的体验。虽然这只是一根偶发的表面浮现，但它确实没有达到城关镇第一制鞋厂的完美标准。为了作为感谢您帮我们指出瑕疵，这是我们城关镇第一制鞋厂的这双鞋子，我们 VIP 9折贵宾卡，请您收下。这服务态度也太好了吧！就是，以后买鞋子就认准城关镇第一制鞋厂了。张经理，怎么样？找到他们的毛病了吗？毛病？他们根本不给你找毛病的机会。那帮人不是卖鞋子的，那帮人是怪物啊！他们怎么不生气呢？这个月咱们的营业额暴跌了80%，鞋类部更是直接腰斩。再这样下去，咱们就要关门了。总经理，都怪那个城关镇第一制鞋厂，他们搞什么开奖销售，把顾客都抢走了。不就是开价销售吗？我们也会。明天起，把那些挡人的玻璃柜全给我砸了，鞋子全摆出来。可是总经理，万一丢东西怎么办？怕什么？多找几个保安盯着，不就是笑吗？你们明天都给我咧着嘴笑，谁不笑我扣谁的奖金。欢迎光临。这什么态度啊？跟欠了他钱似的。你盯着我干什么？我怕你偷鞋子。你什么态度？我不买了。张经理，不好了，丢了300双鞋子。什么300双？那些小偷假装试鞋，穿着咱们的新鞋，把旧的留在试鞋间里就跑了。还有些老太太把鞋子塞在菜篮子里顺走了，咱们根本顶不住啊！总经理，我辞职，这活我干不了了。完了，全完了。沈厂长，全国各地的商人都打电话来咨询加盟，电话都被打爆了。很好，告诉他们，想加盟的都来城关镇总部考察。我们的模式最核心就是标准化，从店面选址到装修，从店员培训到日常运营，全都有严格的 SOP 标准。只要严格按照标准执行，就能复制我们云州旗舰店的成功。沈厂长，你们的生产太先进了，难怪鞋子质量这么好。我们的工厂就是所有加盟商最坚实的后盾，所有鞋子统一生产、统一配送，保证质量和价格。沈厂长，我要加盟
谢谢大家的信任，我们一起努力，把城关镇第一制鞋厂的招牌插遍全国每一个省会城市的心脏。沈一啊，太厉害了，短短1个月就签了50多家加盟商。这只是开始，我要成立督导审核组，把我们的标准化运营手册像法印机一样复印到全国。你们的任务就是监督全国所有加盟店，严格执行我们的标准，从鉴定标准、人设、服务冲突、退换货到质量审核流水线，哪怕是少对顾客鞠一个躬，立刻取消授权。是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小李，记住你的使命。标准是城关镇第一制鞋厂的生命线，绝对不能有半点含糊。放心吧，沈厂长，我一定严格把关，绝不放过任何一个不合格的加盟店。老板，你们的店员话术不标准，服务态度也不好，还有货架上的鞋子摆放不整齐，不符合要求。哎呀，小李督导，一点小问题嘛，别那么较真儿。这不是小问题，这是标准问题。给你3天时间整改，3天后我再来检查，如果还不合格，立刻取消授权。这张促销海报已经过期1个月了，怎么还不换掉？我忘了，马上换，马上换。还有，试衣间的号牌核销制度没有执行。我刚才看到一个顾客拿了3双鞋子进去，没有人发号牌，这是严重的违规行为。这是整改通知书，上面列了所有不合格的地方，3天后我再来检查。如果整改不到位，我们将按照加盟合同没收你的保证金，取消你的加盟资格。别，小李督导，我一定整改，一定整改。这次整改的不错，以后一定要严格按照标准执行，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。放心吧，小李督导，我以后一定严格遵守标准。虽然巡店很辛苦，但是看到加盟店都能按照标准运营，一切都值得。各位领导，各位同行，大家好，我是城关镇第一制鞋厂的沈毅。城关镇第一制鞋厂从一个濒临倒闭的乡镇小厂发展到今天，靠的不是运气，而是2个字：标准。生产有生产的标准，零售有零售的标准。正是这套严格的标准，让我们实现了工业化大生产，也让我们打败了传统的国营百货商场。沈厂长，你的模式太先进了，为中国制鞋行业指明了方向。谢谢专家的夸奖，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标准化、工业化，中国制鞋行业一定能走向世界。沈厂长，请问城关镇制鞋厂下一步的发展计划是什么？下一步我们要打造自己的品牌，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。我们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穿上中国造的城关镇第一制鞋厂鞋。从城关镇到全国，我们走了3年。接下来，我们要从全国走向世界。1988年，一个属于城关镇第一制鞋厂的时代已经来临。